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34岁谭松韵不扮嫩颜50岁，娃娃脸逆袭，打脸内娱年龄焦虑。谭松韵，当年全世界都夸她的优势是这张永远不会开裂的脸蛋而到她34岁时，大部分同行还沉浸在校园剧续集中时，他却已经一句反驳就把东极岛上的拍摄现场给对住了。在现实主义电视剧《我的山和海》中饰演了一个从小学徒做起，最后成为50多岁的企业家的女主人公方婉之。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条消息说她没有新作品可以看了，但是看完之后才发现，原来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和嘲笑的时候，谭松韵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并且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消除了。但是看完整个小组人物访谈以及幕后花絮之后，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相比于拥有顶尖条件而安逸享乐的生活方式而言，在年龄危机的时候寻找新的机会来改变自己，这样的态度更有可能是真正的高明。大家都认为他的娃娃脸就是一条通向顶级流量的道路。35岁的他在校园剧中也可以封神，在内的娱乐圈永远都不缺少愿意为他埋单的投资人以及好的剧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吗？算了，在2026年的时候，那些看上去已经很老的照片上的娃娃脸其实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有没有人知道演员侯翔的事情呢？8岁时就不再生长了，在30多岁的年纪还没有达到1.6米的高度，在网上遭到嘲笑和讽刺，并且与自己的妻子一起出现的画面也被人认为是母子关系。这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即女性演员一旦被冠以甜美的称号之后，即使花费数年时间也无法摆脱这个标签而失去工作机会。叶祖新也一样，石阿哥这个称号已经挂了将近20年之久，并且还有人嘲讽说他虽然是个皇族后代，但是依旧是个清秀的小孩子。张娜拉更加悲催的是，在哭诉冻龄美貌摧毁了自己的所有机会的时候，他还带着一张稚嫩的脸庞坚持了20年，没有得到任何成熟的角色，只能以被时间所困的理由去迎合日益狭小的观众群体。很多观众仍然用老眼光来看待他，到处喊着演什么都像是个高中生，呆滞没有气势。句号，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40多岁的人，也乐意让别人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为什么还穿着大学时代的校服？并不是因为谭松韵不好，而是内地娱乐圈还没有学会怎样拍摄一个有精力、圆脸的女性主角。不信你可以看看方婉之开播的第1周的弹幕，瘦了82斤之后，在镜头前露出小麦色的脸庞，用粗糙的手指来代替自己的手去做动作，并且坐在街角吃着冰冷的馒头学习英语，那种即使身处烂泥之中也要奋力往上爬的精神所得到的评价都是放到古代就是最好的丫鬟，没有气势撑不起女霸王的说法，真的令人窒息。但是很奇怪的是，这就是他揭开迷雾所用的武器。跳出内娱年龄困境之后，看上去很残忍的外貌评价标准，其实并不是要摧毁他的职业生涯，而是在迫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潜水员的过程中给予的一种宝贵礼物。这叫做非常高明的一种错位狙击。他不卷大 IP， 不拼番位，也不特意避开少女路线，而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普通观众最疼的一个地方，女性在职场上的天花板。年龄倒计时以及因为原生家庭的压力而重新振作起来的情绪。方婉之与对方演员之间的互动也十分精彩，和亲生父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隔阂，在结尾处才得以化解。面对王劲松、刘威这样的老戏骨们的一次又一次的碾压之下，他的脸上的那份苦涩而又伤痕累累的表情，
并不需要任何化妆技术来完成，而是直接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笨拙以及泪水去填充进去，真实到让人心疼。谭松韵很清楚，粉丝们的捧场、流量红利以及吃青春饭的日子迟早会因为人的自然衰老而消失。与其让00后的小花在偶像剧中做配角，倒不如大胆一搏，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即使长着一张圆脸，我也能演绎出30多年的人生波折。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认为谭松韵的人脉一直都在下降。错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她的很多秘密都被曝光了出来。除了这部国家重点项目的大剧之外，其他的剧组都给了很差的作品给她看，但是她全部都拒绝了。有人认为她是由于综艺节目上的表现不佳以及知名度不高而无法登上中央电视台的主要舞台，在地方春晚中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是现在内地娱乐圈的大牌明星，在中央电视台给他们的机会中，又会怎样处理掉流量与圈子的问题呢？又如何用最朴实无华的人间情感以及精湛的手艺来打动人心呢？一个都没有。我的山和海拍摄到最后一场杀青戏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的方婉之遭遇了意外之后，去养老院接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原定的大团圆结局被他愣住了很久，才发出一声苦笑。导演没有叫停，一气呵成，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静默了1秒钟之后，一起鼓起掌来。如果说谭松韵在表演的话，那么她就是在用自己的真实年纪来给观众展示什么是真正的不破不立。为了把兰香如故中80多岁老人的角色演绎到位，她不但事先做了3维立体模型，而且还要坚持长达6到7个小时以上的化妆时间。在镜头前出现的时候，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斑点，并且就连工作人员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本人。别人会问他这样拼命值不值得吗？他说自己不愿意看见镜子里面自己的眼睛还是小孩子的样子。世界上没有天生就实力强大的人，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能把身体撕裂再拼凑起来的人。因此他的内心也变得非常强大。上个月3月份的一个夜晚，在热搜榜单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并且在下班之后发布了一条深夜吃东西的照片，并附上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吃得饱饱的，明天还要继续努力。句号。很多人的生活里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为了使20多岁的自己和50多岁的自己在大屏幕上同时出现，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向资本低头，在极其疲劳的状态下暴晒暴瘦来让导演安心。我们还为他在之前公司里所做的一切感到惊讶，对于他的隐婚、离婚等传闻不置可否，并且全身而退的方式也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塑料姐妹或者傻白甜的替身了。在没有剧本的杀青之夜里，面对周围人的真挚或者虚伪的祝福时，他更懂得看清事实，流量只是一阵风，但是赤裸裸的内容才是没有人敢说你的东西是便宜的。这个世界不怜悯眼泪，但是他总是敬佩那些把内卷进行到底的人。别人在嘲笑他的时候说片约不断，演什么就毁什么，而他则微笑着回答道：因为往上爬很枯燥乏味，并且会感到疲惫不堪，但是四处行走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在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听过之后再来反思一下，敢于在34岁时亲手打破娱乐圈中所谓的外貌决定论的人，抛弃了所有的束缚，给底层女性树立起一种精神的人。当看到他在社交平台上于5月28日发布的那张慵懒春光的照片时，身穿无袖格纹外套，
在草地上尽情地展开双臂迎接蓝天。笑靥如阳光一般明媚的时候，你还会仅仅因为他的娃娃脸就对他下定论吗？此时谭松韵和岁月温柔抱在一起，剩下的是暴风雨之后自己站立着的舒畅。